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理财频道。投资房地产是我们获得被动收入的最常见的方式。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可以投资的无外乎寥寥几种，像是股票、基金或者是房地产。我们投资房地产不仅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获得资产的增值，还可以通过将房地产出租来获得租金收入。同时，房地产也是有效的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投资房地产还可以获得税收优惠，所以不少人会把房地产放入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的房地产也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和海外的投资客，这也导致本地的市场过热，政府必须用更加严厉的降温措施来调控市场。新加坡的房地产无疑是很优质的资产，而且租售比也比较高。然而在现行的房地产新政下，本地人在拥有了首套住房之后，购买第二套用来投资的房子的额外买家印花税就增加到了 20%。 外国人无论是第几套住房，都需要支付 60% 的额外买家印花税。商业地产的额外买家印花税也提高到了 60%。这样一来，在新加坡通过投资新的房地产获得收益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局限在新加坡本地，可以把眼光放到海外市场。不过，在我看来，直接投资海外市场，我们也会面临不少的困难。首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接受外国人投资本国的房地产。有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即使对外国人开放，也会有不少的限制，如交易的限制、可投资的房地产类别的限制，以及有别于本国人的贷款利率等等。其次，如果我们在一些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虽然可能房价较为便宜，但是租金收入也不会很高，还会面临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这些国家在法律法规方面也不如新加坡那么完善。如果投资像美国、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房地产，虽然他们接受外国人的投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但是这些国家距离太远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管理房产的出租事宜的难度。而且现在这些国家的房产价格也变得很高，外国人在这些国家获得贷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的观点是，去海外投资虽然可行，但是难度大，风险高，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多，收益也不太确定，所以并不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通过投资房地产来赚钱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希望把房地产加入到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不一定必须投资实体的房产，我们还可以投资 REITs。REITs 全称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中文名称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它是一种金融工具，允许投资者以较低的门槛参与到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中去，而不必直接购买物业。REITs 通常是由一家管理公司创建和管理的，该公司将投资者的资金汇集起来，用于购买和经营各种类型的房地产资产，例如商业地产、住宅物业、酒店、医院、工业设施，甚至是农田林地等。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 REITs 这个投资工具，希望了解对于普通散户投资者来说可以怎样投资 REITs， 以及投资 REITs 的风险高不高，请一定要看完本期节目。但是如果你已经对 REITs 非常的熟悉，也可以跳过本期节目，我会再出一期详细介绍我们可以怎样通过分析来选择适合自己投资目标的 REITs。REITs 有在公开市场交易的，也有在非公开市场交易的。对于大部分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来说，一般都会选择在公开市场交易的，因为这一类的 REITs 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并且流动性很强。交易这一类的 REITs 和交易股票是非常类似的，在券商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进行买入和卖出的操作。我们投资房地产的目标，第一就是希望通过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获得投资收益。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出租房地产获得租金收入。租金收入是较为稳定的现金流，是非常可靠的被动收入。实际上，投资 REITs 也有异曲同工之效。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要求，管理 REITs 的公司必须将 90% 的投资收入作为分红派发给投资者，仅保留 10% 的收入进行资本扩张。投资 REITs 就和投资高股息股票非常的类似，都是希望通过分红派息获得现金流收入。而且 REITs 的股息更是高过很多的股票，一些收益较高的 REITs 可以获得超过 10% 的年化收益。而且和股票每年或者每季度才分红派息不同的是， REITs 派息的周期更短，一般每个月或者每季度派息。当然，投资 REITs 也不全都是好的方面，它的劣势我一会儿也会讲到。通过投资商业地产、住宅物业、酒店、办公室等不动产来获得租金收入以及资产升值的 REITs 是 Equity REITs， 也就是股权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大多数 REITs 都是 Equity REITs。还有一种 REITs 叫做 Mortgage REITs， 抵押贷款型房地产投资信托。顾名思义，抵押贷款型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公司并不直接拥有和经营不动产，他们通常通过购买、持有和管理房地产抵押贷款或者是相关证券来赚取收益。和投资实体房地产相比，投资 REITs 的优势在于灵活，可以像股票一样交易，解决了房地产投资流动性差的问题。散户拥有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进行交易，无需像投资实体房地产一样准备大量的资金。对于我们这样的懒人来说，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无需自己管理房产，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当然，投资 REITs 也需要承担一些风险，例如投资股权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就需要关注利率，一旦利率上升就会导致收益减少。当然，投资抵押贷款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在利率上升时收益是增加的。另外，虽然投资 REITs 可以获得较高的分红派息，但是收入中的一部分还是需要交税的，而且是被当作投资者的收入来收税，税率可能会高于股票市场上的股息税或者是资本利得税。在投资 REITs 之前，上述的风险都必须要考虑。而且对于习惯于投资实物地产的朋友来说， REITs 不像实物地产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缺乏真实感。因为看不到投资的标的，我们的选择就和选股类似，需要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分析。之后我会出一期节目更加详细的进行介绍。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请点赞转发给我一个支持吧。如果你对理财投资、被动收入或者是个人成长感兴趣，希望能够看到我其他内容的更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